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那个正缘，就是你们命中注定会遇到的那个人，他的身上会有怎样的特质，你们两个人又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和彼此相处。那在我们面前呢，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的话，关于这个人，这个命中注定的正缘呢，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他可以说是有一点佛系，但是也非常温柔的一个人。这种佛系的话呢，我觉得他可能让你们觉得他一开始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或者说兴趣啊。这性格的话是很宽容的，有一点随遇而安。但是呢，他们又有这种权杖女皇的特质，就是可能他们在平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很随和、平易近人，有一点懒洋洋的感觉，但是在很关键的一些事情上面，很重大的人生的决策啊，他们就会变得雷厉风行，有很强的原则和底线。所以说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生活当中非常的平和温柔，但工作上面很强势，执行力一流。这星币五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能是在合作某个项目的过程当中认识的。这个人他在生活当中是那种比较松弛的，喜欢穿很宽大的衣服，以舒适为主。但是工作上面，他们整个人就会显得很商务、很专业，非常的有责任心。星币女皇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赚钱上面会非常的有头脑吧，很高的商业天赋。或者说星币的特质的话，他们拥有某种非常核心的人脉和资源，有可能是某种家族的产业，或者说在社交上面有独特的优势。皇帝牌呢，他们其实是很会照顾人的，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是更成熟的那一个，他们会把你们的方方面面照顾和打理的非常妥帖。他们的心理可能有着不匹配他们年龄的某种成熟吧，就是在这段关系里边，你们会可以稍微任性一点，但是他们更多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宽容。我觉得从牌面上来看呢，他有很强的家族意识，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大家庭，或者说在感情上面属于那种很稳重、很踏实。所以说你们的这种感情呢，我觉得它是有着，就是一开始就是奔着婚姻去的，就家庭在这个人的心目当中分量是很重的。而且呢，星币四的话，这个人有着很高的财商啊，他很会投资，或者说他从事的是这种商业咨询领域、金融领域，要么是有着金融学的硕士、博士的学位，对于数字特别的敏感，理工科学的很好。权杖侍从的话，代表的是这个人他可能会出过国，或者说他的工作需要来回的奔波往返于各个地方，所以说你们的关系可能一开始他是会异地，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会有一些现实层面的阻力。但是这个人很可能是会专门来看你们的。力量牌的话，说明他非常的有爱心啊，喜欢小动物，可能会可能会有养这种小猫或者说小狗啊。他们看起来是很佛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很渴望陪伴，很渴望家庭，很渴望这种亲密关系啊。他本质上是一个内心温暖的人。其实从这组牌给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这个人的原生家庭是不错的，他来自于一个大家庭、大的家族啊，所以这个人他会有着很强的宗族观念，很强的这种团结意识啊。他可能不是一个独生子啊，有2到3个兄弟姐妹这种感觉。那么星币三的话呢，这个人是非常有头脑的，有规划的，有想法的。逻辑清晰又思维缜密啊。这个星币三，我觉得还有一种解读，就是他可能会在艺术方面有一些天分，很会画画啊，对于图像、对于美有着一些独到的认知和见解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是有着某种相同的爱好的，能够聊到一起去，有精神共鸣。这个正义牌的话，我觉得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啊，嫉恶如仇，喜欢打抱不平。这个正义牌也代表的是他的身上有着很鲜明的原则和底线啊，你们在他的身边是有很强烈的安全感的。
就是如果你们的性格不那么要强，懂得示弱的话，他会很有保护欲，他是愿意保护你们的啊，能够成为一个保护你们的骑士。所以说他是少年老成的感觉啊。所以在这段关系里边，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懂得示弱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它就会如鱼得水。但如果说你们也有很强的胜负欲，那你们两个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磨合。他是那种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如果能够掌握好这种沟通技巧的话，反而能够激发他身上的那种责任心和使命感。所以这个人他其实是很适合组建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的。有了这个人，你们的生活会轻松很多，而且呢，你们的这段关系一开始也是比较慢热的，有一点像是那种友谊之爱，就是一开始相敬如宾，甚至你们一开始没有把这个人当成是一个人生伴侣，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但是当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对他的好感是在逐渐升温的。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它是从友谊慢慢的升华，不属于那种一见钟情的爱情，但是却，它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升温，逐渐的变得稳定。你们并不是因为他外在的条件而喜欢他的，更因为他内在的某种人格和品质能够打动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第二组牌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关于你未来的这个正缘呢，命中注定会遇到的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土象特质啊。土象特质的话呢，非常的成熟稳重，就是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可能是会有一点商务的，一看就是做生意的，或者说，可能会因为土象特质的话，他可能从事的是这种金融或者说法律行业。整个人的气质呢是自信且从容，因为他的这个土象特质的人格呢，家庭条件是比较优越的，很有教养，很有礼貌啊，有一种边界和分寸感。因为土象特质的话呢，他们在工作上面是非常严谨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很注意细节，因为他们有这种处女座的特质啊，所以说他们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可能还有着某种洁癖，非常爱干净。通常来说，土象星座的人呢是有着超乎于常人的商业头脑的，就是说，他们对待金钱有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啊。他们可能并不热衷于花钱或者说消费，他们只是喜欢那种赚钱的感觉，他们喜欢竞争，他们通过自己赚到的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啊。但是他们本身其实是视金钱如粪土的。就他们只是把金钱当成是他们达成目标的一个工具罢了，所以说他们在和你相处的时候，可能说花钱上面会非常的大方且慷慨啊，很舍得花钱。而且呢，他们遇到你们之后，可能会变成一个体验派，就是和你们两个人会一起去有很多的旅游啊、打卡啊、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啊。而且对方的土象特质呢，它有金牛的属性，就是他们对于美食是很有研究的，可能还能做的一手好菜，有着很高的厨艺。高塔牌的话呢，我觉得关于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可能会有一次分手或者说断联啊。这个分手或者说断联并不是你们两个人感情出问题啊，它可能是某种现实层面的阻力导致你们两个人最终会分道扬镳。但是呢，因为他是正缘，他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所以说命运之轮会让你们再次相遇，再次复合。所以说圣杯一呢，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出现啊，在某种层面上能带给你们好运。它是和你们自身的这个命运之轮有关系的，就是它会出现在你们人生最低谷的那个时期和阶段，然后带你们走出某种困境，实现运势的反转。而且圣杯一的话，说明这个人他很善于沟通，能够在心态上面给予你们一定的激励。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属于那种外刚内柔的类型，就看起来很成熟很稳重，但是内心会比较柔软一些。而且呢，你们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会感到很安心很自在啊。
权杖3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做事情的效率特别高的这么一个存在，就一旦专注在某件事情里边，就会全身心的投入。我觉得这一点特质可能会非常吸引你们，就是他们在专注的做自己的事情来的时候啊，对你们来说非常有魅力。魔术师呢，他们其实是意志力特别坚定的那种类型啊，就是一旦认定了某个事情，就会尽全力100%把它做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策划能力啊。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意志力会很强硬，可能是源自于他们在某个组织当中训练，有过一段，他们可能会当过兵，或者说在一个很军事化的学校集体组织当中受到过专业的训练，让他们整个人非常的有组织、有纪律，或者说有着某种早睡早起或者说健身的习惯，他们整个人体魄非常的强健，精神抖擞，就像是一个将军一样，时刻能够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啊。他们在事业上面呢是有很大的潜力的，或者说你们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事业成就。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们在认识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在事业上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的话，那么他们身上的那种精气神会让你们眼前一亮，就是能够让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在事业上面的潜力股。宝剑，那么我们抽到的这个权杖1啊，它的志向是属于比较远大的吧，就是你们的出现其实能够辅佐他的事业，能够成就他的事业。你们自己可能没有太大的事业上面的野心和想法，但是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会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帮助他，或者说在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他的愿景会成为你们的愿景，你们两个人的三观是一致的，所以说你们由衷的认同他自身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想法和野心很大，他是有一点热血的，甚至有一点中二，非常的有正义感，但是对自己又有着很强的掌控力。所以这个人他可能会有比较强的控制欲啊，就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按照他的意志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我觉得他对外会很强势，但是在你们面前反而会很温柔，就是你们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够在你们这里得到某种情绪价值，然后你们在他们那里能够得到某种偏爱。圣杯3呢，你们认识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身，就是有可能他在认识到你们的时候，他的身边是有其他的桃花的，但是你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对他们来说的话，你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一道光吧，就是他能够一眼识别到你，或者说你自身呈现出来的特质是他们一直在追寻的，所以说他们其实内心当中是有一个理想型的，就是你们的出现刚好和他内心当中的理想型是彼此契合的。所以说可能你们在出现以后，他才能够意识到他真正要找的那个人，真正爱的那个人是具备怎样的特质的。宝剑1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他是非常有谋略的，有勇气和胆量，又有着非常严谨的思维啊，所以这个人在工作生活上面呢，会看起来很正经很靠谱，但是似乎不是那么擅长谈恋爱，就是他们在感情上面会有一点生涩和僵硬。我觉得这个人他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他看起来在感情上面会很生涩很僵硬，但是他们是能够给到你们一种浪漫的感觉的。这种浪漫它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而是在跟你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啊，比如说一起压马路，一起逛街，一起吃大排档，都会感觉到很浪漫。这种浪漫不是做什么，而是和谁做才能够得到的具体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圣杯国王的话呢，当你们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就当你们出现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整个人才能够变得柔和起来，因为他对外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正经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你们能够让这个人变得柔和。所以说他本来是一头狮子，但是你们的出现在某种层面上驯服了他们的野性。这张 Hermit 啊，其实就是他是那种独来独往的类型。他们也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但是他们更享受自己一个人。他们是那种内向的思考者和执行者，不善于表达，内心比较柔软。战车牌的话，我觉得代表的是他们内心
自身内在的某种强硬吧，他们是某种强势文化的代表，不轻易的妥协与屈服，吃软不吃硬。看起来很孤独，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孤独会让他们很优秀啊。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年龄差，大概3到5岁左右，他们是更照顾你们的那一方，但是你们也能够成就他，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他们会通过爱你来爱整个世界，而你们也会通过这种爱，你们也会通过爱他来爱上整个世界。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存在会让你们去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新的期待吧，两个人携手去对抗那种虚无和荒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爱，它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就是能够摆脱沉闷的生活，去创造一个更加迷人的精神世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那么这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这个人呢，他是土象和水象的特征比较明显，甚至这个人水象的能量会更强一些啊，就是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水象的能量的话，让这个人的性格是那种极致的温柔啊，做什么任何事情好像都不会生气，脾气非常的好。这个人非常鲜明的特质就是情绪极度的稳定啊，没有精神层面的内耗，活得很豁达，很洒脱，很纯粹。那么这个圣杯8的话呢，说明他有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吧，甚至他是有一点幼稚的，因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所以说他可能不是那种非常外向的人格，反而是可能比较宅。但是他属于那种活得很通透、很豁达、很潇洒。圣杯8的话，说明他内在的精神世界很丰富啊，但是可能不太享受社交，不太喜欢去酒吧或者说非常嘈杂的地方。他的爱好也是那种可以一个人就完成的，比如说阅读啊、慢跑，或者说他会非常喜欢有2次元属性的一些动画。总体上从牌面上来看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啊，不动声色。因为水象特质的话，他的长相是属于那种比较白净的，瘦瘦高高的，有一点点那种贵族的气质，但是给人一种脆弱又易碎的感觉啊。就是一开始他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点疏离感，有一点高冷，不是很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在安静的思考。而且呢，他可能在灵性层面上是有一些天赋的。他有着和自身年龄不相匹配的某种成熟，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一些很深刻的问题，读过很多的书，知识很渊博啊，属于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类型。并且呢，他身上的话呢，他有着一种能够看到事物发展规律的智慧啊，有很强的洞察力。我觉得这一点会非常吸引你们，就是你们是那种智性恋，会非常喜欢很聪明的、智商很高的那种桃花。而且呢，这个人的话呢，他会在艺术方面有一些天赋，就是他有着某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张星币7呢，我觉得在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很富有了，或者说他的家庭条件很好啊。结合他的水象特质的话，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品味和格调的人，而且不差钱。宝剑5呢，就对应的是他非常喜欢思考，善于观察，只是对人际关系这个层面上并不是很热衷，所以说他的这个人际圈是很小的，或者说他没有那么容易去相信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如果要认识这个人的话，可能是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渠道啊。这个命运之轮的剧本会让你们通过一些阴差阳错的巧合和契机认识到这个人，有可能是通过互联网，结合这个人不太喜欢社交的一个属性啊，所以说你们有可能是通过互联网认识到的这个人。宝剑6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可能是要换一个环境，在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的过程当中才能够遇到这个人，或者说他会出现在你们即将要做出一个人生的重大的决定的前后，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也有可能会出国，去到一个周围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会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遇到他。权杖五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你们可以从茫茫人海当中识别到彼此的一种信号。星币八，星币八这张牌呢，我觉得这是，他在遇到你们之前呢，可能是属于那种非常自由的，有一点散漫的，不喜欢被约束啊，不喜欢被管着的那种人。但是在遇到你们之后呢，我觉得星币八它是会出现某种变化吧。这种变化是因为你们的出现才会产生的。因为权杖四呢，这张牌它暗示着一个新的家庭的组建，所以说这个人他是会和你们组成一个家庭的。我觉得是因为你们的出现让他有了一种责任感，会为了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的努力的去工作或者说赚钱。因为圣杯骑士的话呢，他的这种水象特质啊，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就是那种瘦瘦高高的感觉。如果是男生，就是很有少年感；如果是女生的话，就看起来很邻家、很清纯的感觉。可能还会戴一副眼镜，就是那种看起来就很儒雅的有书生气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他的表达能力会很强，就是水象特质的人往往有很强的共情能力，他们自身的情绪很稳定。但是同样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别人身上的情绪，就是所以说他的存在会能够给到你们一种陪伴和情绪的价值啊，你们两个人是能够理解彼此的。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共情能力强，可能还是因为你们两个人身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或者说相似的经历。那么这个宝剑侍卫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一开始的好感，他的感情的表达是比较含蓄且内敛的，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即使有好感的话，一开始也是彼此暗中默默的关注，但是通过一些特定的事情，你们才能够看到他对你们的这种感情啊。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可能说他见到你们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的，或者说你们的长相刚好在他的审美点上，类似于是他们的白月光一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有可能是你们长得很像他的初恋，他的白月光所以说他们见到你之后是有一种一见钟情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冲动存在的。但是你们对他的印象呢，可能一开始是没有那么强烈且深刻的。但是呢，这个人我觉得，他会很有耐心的，慢慢的去靠近你们吧，很有绅士风度啊，会慢慢的去打动。这种追求是真诚的，他愿意付出很多的时间来陪伴你们的成长，所以他的这种感情的表达会相对来说比较含蓄且内敛。可能你们是那种打直球的类型吧，你们身上有一种活力、真诚和亲和力，包括那种在性格层面的坦率，会非常吸引他们。他们本身自身条件很优秀，但是可能在和你们接触的时候，他并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你们既没有俯视他，你们既没有仰视他，他也不会俯视你们，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完全对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并没有因为他自身的条件而去对他区别对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们能够吸引到他的一个点，就是你们非常的真诚且坦率，有话就说，甚至在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敢于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这会让他觉得，他能在你们这里听到一些他在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这是你们能够吸引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我觉得这组牌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身上的气质有可能会非常
有可能会像他的妈妈，或者说会像他的初恋。有两种可能啊，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母亲的这个角色是缺位的，他没有得到足够的这种关怀和支持，所以说他想要找到一个角色来弥补他在原生家庭当中的这种情感的缺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很好，他非常尊重他的母亲，但是受他的母亲的影响，他找到的这个人，和他的妈妈会有气质上会有一些相似，可能性格上也会有一些相似。就总而言之，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结合，它是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应的，就是有一种深层次的默契。你们两个人即使吵架，或者说有一些现实层面的阻力和矛盾，也并不能够让你们两个人分开。所以这种爱，它其实不是那种单纯的巧合或者说意外的遭遇啊，它更像是一种因果。种下什么因，得到什么果。你是什么人，播下什么种，洒下什么水，就会收获什么花，遇到什么人。所以遇到这个人，是因为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那么自然而然，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就会出现。所以说，我觉得要遇到这个人，并不是需要通过什么特定的途径或者说方法，而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去努力的提升自己，努力的投资自己。真正好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对的人啊，他只不过是在你们努力之后所自然而然结出的一种果实罢了。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呢，要遇到这个人，我觉得是首先你们要学会爱自己啊，因为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也是终身优秀的开始。只有当你们爱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的时候，那个人他才能够看到你们，才能够沿着你们留下的轨迹来找到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